家好，我是光崇团队的 Sean。今天要录制的是我们一段开箱的影片。那开箱的内容呢，是我们筹备了一段时间的一张新的珠宝工作桌。这张珠宝工作桌呢，它舍弃了蛮多以前会有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体积，以前的体积大概是这个的2倍，包装的体积啦。那我们现在你看到这个长度呢100公分，深度50公分，高度30公分，是以前的一半。甚至重量也减轻了大概有15到20公斤左右，所以呢，在搬运上你会变得非常的简单跟轻松。甚至如果今天你要搬家，你要搬进工作室，我相信都可以很简单的让你去做一个搬运的动作。那待会的影片呢，我就要介绍一下里面究竟还有改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让你们可以去参考。好，这是我们一张全新的珠宝工作桌。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改变的地方在哪里？我稍微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桌面呢厚度没有之前那么的厚，但是呢，我们请了我们这个工匠呢，务必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表面的这个质感磨到最细，再去上一层防水漆。那我们还特别要求这防水漆的厚度要稍微厚一些些，然后边啊这些的部分，你只要摸了，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个表面质感比以前优很多。然后呢，再来第二个，我们更换了一些它主要结构的材料。之前我们用的是这个密集板，那我们这一次呢用的是这种，我们看到从侧面那边刚好看得到。它这个是夹板，夹板是什么？是我们装潢家里在装潢的时候用的这种墙壁的这种板材，就是夹板。它比较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不容易吸湿，不容易发霉。那甚至呢，我们在所有的边条的部分呢，我们尽量在所有边条的部分贴了皮，包括内外都贴了皮。那这个颜色呢，还是跟着我们桌面去走，让整体的感觉呢会比较相似一点点。那除了这个边条是有点走灰色、有点跳色之外，其他的都是走同样色系的。那在外观的部分呢，我们桌角的部分以前是这样镂空，对不对？我们发现它的稳定度会稍微差一点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整个用这样子片式的，有没有片式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摇晃的时候，它稳定度会比较高，有没有？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摇的时候会晃动比较厉害。现在稳定度整个提升。那但是呢，旧有的这些功能还在，像我们左右扶手，我们都还保留着，以及我们这个。如果你是要用戒指棒的这个固定的话，我们有戒指棒的洞，大的小的都还留着，然后不用需要说你要把它放在这上面这样去敲到最后这个桌子都坏掉了。好，那工具抽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拿来做金粉回收的抽屉。那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上下的空间呢，你是可以自己去交换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师傅他们可能有些学生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拿锯工，有些是反式拿锯工，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深一点点，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调整，上下对调，甚至前后对调都可以。但是我们还是一样，铝板的抽屉我们还是保留着。那这个铝板的抽屉最主要呢，是让你可以便于回收金粉之外呢，你就算有一些火星不小心掉到抽屉的底部，它也不会烧起来，这是我们一款新改装的珠宝工作桌，给你们参考一下。感谢观赏今天的影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金属加工的知识与技巧，请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的资讯哦。